大家好，我是周弟。今天我们来重点观察基柱壁的圆光吧，也就是车轮光啦。前壁上去转动它，就会看到会转动的光。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手表的表面上，或是在平底锅下面看到这样子的光。圆光的原理啊，就是高压铸造前壁所产生的基柱痕。当光源照射在纹路上啊，反射到我们的眼睛，就会看到圆光了。阴暗的部分啊，就是光源还没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，只要轻轻转动前壁啊，到它的反射面就会自然的反射出来。为什么圆光的清晰度决定了前壁的品相呢？因为前壁上的基柱纹啊，保持得越完整，圆光就会越锐利。圆光越弱啊，代表前壁表面的磨损程度就越大。所以基本上品项在 AU 精卫使用的前壁啊，圆光几乎是评分数的重点。周弟平常会分享前壁收藏相关的影片啊，如果我的影片对你的收藏之路有小小的帮助的话，希望可以帮我点个赞并分享出去哦。我每周六早上9点都会固定在 YouTube 和哔哩哔哩分享影片。因为收藏族群啊，有部分人年纪已经比较大了，或是在 YouTube、B 站没有自己的账号，就无法关注啊订阅我的频道，所以我才会在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分享我的影片，但主要频道还是以 YouTube 和 B 站为主啦。订阅频道有个好处就是我只要有新影片才可以看得到嘛。进入我的频道啊，也可以比较方便找到过去的一些重要影片。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啊，就要往下一直滑到天长地久啊，才能找到北洋的版别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可以请求家里年轻人帮你申请个 YouTube 账号或 B 站的频道，完全是免费的。大部分有价值的影片我都会分享。有少数会员影片呢，只开放有加入频道会员的朋友。不过加入会员嘛，1个月30块嘛，大家在心态上啊，我还是希望能保持一种赞助周弟的性质啦。因为会员影片会分享一些有的没的，不叫不关紧要的内容啊。不过也是会围绕前壁收藏的题材啦。好啦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第一枚是 VF30的小头，先给大家看一枚完全没有圆光的效果。可以看到我的光源啊左右晃动，壁面上忽暗忽亮的，板底上的柱纹啊完全被磨平了，只能看到前壁整面的光线折射。AU50 的品相，这枚币有着严重的清洗痕迹啊，没分的概率啊应该是98%，很多人就会贪小便宜啊，买这种应该是没分的鉴定币啊。好，我们今天重点放在圆光上，比较弱的圆光分布啊会在周围比较明显，越往中心的地方啊就比较没有光在跑动。跟刚刚 VF30 一样，只有一暗一亮的效果。可以看到隐藏在图文的细缝中啊，还能保持一些的柱纹，所以图文细缝的圆光比外面的底板强许多。因为这部分流通过程中啊，相比底板的部分比较不会被碰触到了。AU53 的品相，这枚币有包浆，我们来停格一下。如果以照片的方式呈现啊，会感觉光很弱，动态影像就比较明显看到跑动的光。中心的部分有一点点明显的跑动光，有的人就会希望跑动的光更明显，所以就会把包浆给洗掉，我是不建议啦。AU55 的品相有个完整的转光表现，但是伤痕划伤啊比较多一些。如果保持这种光啊，伤再少一点就会是58哦。AU58 的品相与55分相比啊，感觉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重伤啊，伤痕还是蛮多的。不过至少你能分辨出 AU50 跟58的差别就很好了，一个是微光，一个是有光的差别。MS60 呢，我没有素材啦，但是我可以说就是介于5861之间啦，连鉴定师也无法说服自己到底比较靠近哪个分数。当时应该是一位鉴定师啊评58分，一位评61，在找第3位的鉴定师判断时，他也无法给出正确的答案，所以就会给出60的结果，所以这个分数比较少啦，不过也确实会发生。MS61 的品相
大家可以记住61的品相也有很多伤痕，但是密集度确实比58有差别。我们随便取底板的一个位置，伤痕的密集度呢确实有差别。58分感觉很难找到一处没有小伤的地方，61分呢至少能找到一点点底板没有细伤的部分。光的表现也有一个档次的提升哦。MS62 的品相，62分也是看一下伤痕的分布比例吧，基本上已经少很多了，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有着明显的伤痕。这枚小头嘛，看似没有伤痕，但其实是被包浆掩盖住了。仔细看左上角这边，趁着光经过时就能看到这边有一道伤。光在跑到下一个地方时又出现另一个伤痕62分对我来说的感觉就是这枚币不错，原光好，伤痕也不多，属于可以收藏的级别了。但偏偏就是有一点点可惜的伤痕，让藏家很烦恼，也是属于比较尴尬的分数吧。MS63 的品相，人家说当代币的69分是大部分藏家能认可的分数啦，是当代币的标准分，近代基筑币的标准分，我认为就是63分啦。63分给人的感觉就是原光的表现好，伤痕分布会有一些能接受的小伤痕，可以被原谅的伤痕老实说，我这枚的素材伤痕有点太多了。像这个伤如果再来一道，肯定是62分为什么有些人能猜出分数呢？就是经验问题啦。好比这枚币是63分的，我也觉得有点勉强通过的感觉，所以这枚币对于我来说就是高评了，一般比较不建议买了。MS64 的品相，光度的表现不只会转，感觉币面上有一层机油的感觉，油油亮亮的，导致转光多了一层的光芒伤痕呢也少了很多，但是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小伤影响分数老实说，这枚船洋的帆船面右上的部分有几道的划痕，在64分之下是不应该有的啦，顶多这一点点小伤是 OK 的，所以这枚我也会认定为高评。看看我收藏的这枚大头10年64分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收藏路线就是喜欢收藏低评的。MS64 加的品相，有加号的钱币我认为是 PCGS 对于钱币的好状态给出一个赞，而并非是介于64到65之间的品相啦。我的猜测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答。这枚64加唯一能看到的伤痕就是这一处，给出65分，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啦，转光更加的精细，油油粉粉的感觉。65分的品相，肉眼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伤痕了，甚至小细伤也都没有了。不过相信用放大镜底下细看，还是能找出小划伤有这一些伤痕但是前提是伤痕要足够的浅。66分的品相，划伤上更少一些，肉眼是完全看不到划伤的，原光程度上又更加油油亮亮，尤其钱币的压印程度更加的完美，譬如大头的颧骨66分就会鼓起来很立体。65分与66分我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一点点不同，但是已经很难分辨了。通常就是歌手在一个环节比对手多那么一点点的精彩，但是66分与67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不会分辨的，纯属运气当代币也是一样哦，68分与69分就是用放大镜找到一个伤痕就能判断为68分以下，没有伤痕就是69分，而69分与70分的差别呢，我也无法分辨出来。很多人只会依照伤痕的密集度分辨分数，但其实 AU 的原光与 UNC 的原光就是有着不一样的档次，一个像刀锋一样锐利的很AU 的呢，转到一个地方是整面的过去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。这里素材上有一枚64分的船洋，另一枚是严重清洗的，可以看到这枚64的清洗痕迹也很明显。除了低评的币避免去买之外，还有一种应该是没分的币，运气好出了分。
所以很多厂家买币还是需要有位币商在中间能把关啊。如果这次影片分享你还是看不懂的话，真的建议可以找一个代拍业务帮你在拍卖会标钱币。好啦，这次的影片如果有帮助到你一点点的话，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吧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哦，感谢大家多多利用。